西天取经的3000年之前，人和妖分成2个世界，界限分明。人类的修行者都遵守一条规矩，所有妖怪都是坏的，必须除掉。那时候天地规则混乱，边境的深山里经常发生奇怪的怪事。最近，苍梧山被浓浓的白雾包住，久久不散。很多村民进山之后就再也没有出来，少数侥幸回来的人全都变得神志不清。他们整天对着空气说话，念叨着早已离开、已经去世的亲人，永远活在过去的梦里，醒不过来。所有人都害怕这座山，大家都说山里藏着一只害人的妖怪，用幻境迷惑人的心智。人间最厉害的修行门派青云宗派出门下最优秀的弟子下山解决这件事。他叫沈清燕，沈清燕24岁，常年穿着青白素衣，长相干净清冷，性格严肃，守规矩，做事果断。他从小是孤儿，被门派养大。从小到大，所有人都告诉他一句话：妖怪本性邪恶，人和妖永远不能共存，见到妖怪就要收服或斩杀。他修行多年，能力极强，杀过很多作乱的妖怪，从来没有输过，也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坚持的道理。沈清燕独自走进苍梧山，山里的大雾遮天蔽日，普通人进来立刻就会被幻境迷惑，失去理智。但沈清燕修为高深，自身的灵力可以抵挡一切幻术。走到深山最深处，雾气里忽然出现一座安静的小院。院子看着荒废很久，却干净整洁，和周围阴森危险的山林完全不一样，显得格外突兀。沈清燕立刻提高警惕，拿出镇妖符咒。他断定这里一定藏着作乱的妖怪。他语气冰冷，开口呵斥：妖怪，立刻现身！是你迷惑百姓，扰乱人间，今日我必惩治你！小院的木门缓缓推开，一个身穿墨色长袍的男子走了出来。他长相温柔好看，气质从容淡然，神色平和，身上没有半点凶狠恶意，看着就像温和的隐士公子。他叫陆时衍，是存活了上万年的上古妖主，实力深不可测。陆时衍看着浑身戒备、满脸严肃的沈清燕，轻声开口：小修士，这里没有害人的妖怪。沈清燕眼神瞬间变冷，她能清晰感觉到眼前的男人是修为极高的大妖，山中所有怪事肯定都是他造成的。沈清燕不再多说，直接催动符咒，金色的灵力朝着陆时衍打去，想要一举镇压妖邪。可凌厉的符咒飞到陆时衍身前，却被一层无形的柔和屏障挡住，瞬间消散，没有造成半点伤害。陆时衍站在原地，一动未动，语气依旧温和：我如果想害人，你根本走不到这里。沈清燕心头一震，她第一次遇到能轻松接住自己术法的妖怪，对方的实力远远超出她的想象。她不肯退缩，立刻拔出长剑，施展门派正统的镇妖剑法，凌厉的剑光朝着陆时衍劈去。这一剑专门克制妖怪，从未失手，可依旧被陆时衍轻挥衣袖，轻松化解。陆时衍看着执拗较真的少年，缓缓问道：你一辈子斩妖除魔，可你真的分得清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吗？沈清燕态度坚定：
天道规矩不会错，妖就是恶，人和妖注定对立。陆时衍轻轻叹气，随后抬手指引他看向小院。满山白雾瞬间汇聚到院子上空，化作无数细碎的光影。光影里全是普通人最怀念的美好过往，家人团聚，老友相伴，游子归家。院子的桂树下浮现出一个薄薄的雾气凝成的小小虚影，他身形脆弱，怯生生的，没有丝毫杀伤力，这才是山中真正的幻物精怪。陆时衍慢慢解释真相，话语简单直白。300年前，这里住着一户平凡人家，生活安稳幸福。后来战乱来袭，一家人全部离世，只留下这座空院子。这只精怪诞生于此，靠着这里的温暖记忆存活。它从未主动害人，它看见世人大多生活辛苦，满是遗憾和离别，就织出幻境，让大家能在梦里重逢故人，圆满遗憾。沈清燕愣住了，握剑的手微微收紧。陆时衍继续说道：人们沉迷幻境，神志不清，是因为执念太深。这只精怪只是太过孤独，贪恋人间的温暖。它有错，但从来没有恶意。沈清燕静静看着那只怯懦无助的小精怪，心里坚持了20多年的想法第一次被动摇。原来不是所有妖怪都是坏的。陆时衍指尖凝出温柔的白光，轻轻包裹住小精怪。他没有杀伐，没有镇压，只是温柔抚平了他300年的孤独和执念。一瞬间，满山白雾尽数散去，天光重新照亮山林。山下迷茫疯癫的百姓全部清醒过来，恢复了正常神智。小精怪放下执念，对着两人轻轻躬身道谢，随后化作点点微光，彻底消散在风中。山林恢复平静，一切尘埃落定。沈清燕收剑入鞘，心底满是茫然和震动。强大的上古妖主就在眼前，可他没有作恶，反而温柔化解祸乱，拯救百姓，度化孤妖。陆时衍走近他，目光温柔而认真。小修士，记住，善恶看的是本性，不是种族。是人是妖，从来都不是对错的标准。说完，陆时衍转身离开，墨色身影慢慢消失在山林光影之中。沈清燕独自站在空寂的小院里，久久没有动弹。她第一次开始怀疑，自己坚守多年的规矩或许并不完全正确。茫茫三界，山海辽阔，这一对立场对立的人与妖，命运的纠缠从此正式开始。